奖金最低1600万日元的7天人性实验，10人中死亡或凶手每次作案，及侦探每次破案可获得翻倍奖金。而侦探破案就像狼人杀一样，随便某人站出来，带领大家投票选出嫌疑犯，票数最多的嫌疑犯会被关进监狱。7天后或8人死亡则实验结束。敢参与吗？故事开始，应聘的10人来到封闭实验屋，分别是贾医生及女友金发妹、小正太和猥琐男、忧郁女和肌肉男、求职女和瘦肉哥、大妈和破产叔。用餐时，人偶开始介绍细则，每晚10点后禁止出卧室，否则被巡逻机器人发现就会被消灭。另外，每个人的卧室有一种武器，10人将信将疑，感到不安。瘦肉哥提议大家不要互相伤害，猥琐男则四处怀疑，说大妈像报道中虐待婴儿的院长，又怀疑破产叔是连续杀人犯，肌肉男是打人犯，而忧郁女手上有多条伤疤。瘦肉哥的武器是矛。第一晚，天黑请闭眼。一早，忧郁女发现猥琐男被枪杀，但当晚无人听到枪声，众人在猥琐男卧室发现毒药，同时猥琐男被机器人带到停尸间，这里有8口铁棺材。大妈提议检查每个人的武器，看谁有枪，其他人否决，害怕暴露自己武器弱，被凶手先盯上。这时，贾医生充当侦探，提出肌肉男是凶手，因为猥琐男曾怀疑肌肉男。瘦肉哥反对没证据猜疑，但没用，众人投票，贾医生、金发妹、大妈、小侦探赞成，瘦肉哥、破产叔、忧郁女反对，求职女弃权。投票通过，机器人实施抓捕，瘦肉哥挺身而出，手臂还被打伤。肌肉男被机器人抓进监狱，但众人检查肌肉男武器，箱子是空的。回到卧室，瘦肉哥发现自己武器被换成枪，但枪里子弹都在。瘦肉哥找到求职女坦白自己有枪，原来瘦肉哥曾偶遇求职女，对其有好感。求职女请瘦肉哥参考7天人性实验，招聘真实性。奖金最低1600万日元的7天人性实验，瘦肉哥心动了，求职女也来了。第2晚，大妈怀疑求职女是凶手，偷偷进房搜查，恰巧被瘦肉哥撞上，而大妈并没找到什么，两人都没注意到被小正太偷看。当晚，大妈死亡，小正太说死者曾怀疑求职女，故求职女可能是凶手。瘦肉哥站出来保护求职女。此时，贾医生拿出自己的武器刀，众人开始互相猜疑，又怀疑破产叔。破产叔坦白自己儿子7个月前参加这个实验失踪，他来这找真相。当晚，众人避开机器警卫，轮流巡逻，而贾医生和金发妹在棺材亲热。轮到金发妹巡逻时，贾医生被天花板压死，众人发现尸体时，天花板又动了动，跑出来一看，小正太正拿着遥控器。小正太赶紧冲进自己房间，拿出武器，正要射破产叔时，金发妹冲进来砍死了小正太，然后自杀。用餐时，瘦肉哥无意间瞥见忧郁女手上伤痕，当晚他找忧郁女询问原因，忧郁女说道，她以前被家暴，经常自杀，有了孩子后她改变了，孩子是她的全部，她必须要活着回去。谈话间，瘦肉哥瘫软在地，他被忧郁女下了肌肉松弛剂。奖金最低1600万日元的7天人性实验已经演变成一场又一场谋杀，而他们不知道这一切被现场直播。忧郁女拿出自己的武器，说因为害怕大妈，所以杀了她。瘦肉哥临时反扑，挣扎趴到外面，忧郁女追来，被机器人发现并被射杀。一旁的瘦肉哥瞬间明白，第一个死的猥琐男是被机器警卫射杀。一早，3人分析出猥琐男为了尸体奖金自杀，也就是说，鸡哥为了让他们互相残杀，找来个副死托。剩下的3人为了打消猜疑，拿出自己的武器放到桌上，但最后一晚枪被人拿走。一早，瘦肉哥发现枪不见，求职女和破产叔消失，而关押肌肉男的监狱被打开。接着又在停尸间发现破产叔被枪杀，这时肌肉男冲出锁住瘦肉哥，要瘦肉哥交出枪，他要枪杀众人获取所有奖金。肌肉男摊牌，他在监狱里用遥控器控制天花板压死贾医生，然后扔出遥控器嫁祸小正太。一番打斗，瘦肉哥不敌，快要被结果。这时求职女拿着枪救下瘦肉哥，求职女要开枪时，瘦肉哥想起枪被破产叔改装过，便阻止求职女，可枪被肌肉男抢过。肌肉男开枪时被炸死，而破产叔突然立了起来，原来他装死。实验结束，瘦肉哥获得上亿日元奖金，而求职女坦白自己是机构工作人员，负责物色各种人参加实验，并亲自参与，增加收视率。枪是他放在瘦肉哥卧室，肌肉男也是他偷放的，瘦肉哥死心了。最后，瘦肉哥和破产叔走向远方，扔掉所有奖金。本片的设定不错，可惜探讨不够深入。